T-test 每次只能夠比較兩個組別嘅差異。如果我哋有超過兩個嘅組別，就只能夠多次咁重複分析，直到窮盡所有嘅可能。譬如我哋有4個組別，就需要6次嘅 T-test 先能夠完成所有嘅比較。然而呢個方法喺分析上有致命嘅缺點，因為每一次分析都有一個 Type 1 error rate。當你多次重複同一個 test， 無可避免 Type 1 error rate 係會上升嘅。以4個組別為例，6次比較入邊出現至少一次 Type 1 error 嘅 probability 係1減0.95嘅6次方，即係26.5%。要避免呢個情況，我哋可以用到 ANOVA 去分析兩組以上嘅比較，因為 ANOVA 係將所有組別一次過做比較，所以能夠限制 Type 1 error rate。ANOVA 嘅 null hypothesis 係組1嘅平均值等於組2嘅平均值等於組3嘅平均值，如此類推。所以 rejecting null hypothesis 嘅條件就係至少有一組嘅平均值唔等於其他。ANOVA 同 T-test 有同樣嘅 assumption， 各組數據嘅 distribution 係需要 normal。同 T-test 一樣 ，ANOVA 係比較 robust， 所以只要有一定嘅 sample size， 即使數據嘅分佈唔係 normal， 對 Type 1 error rates 亦都唔會有太大嘅影響。第二就係 homogeneity of variance。ANOVA 一樣要求每個組別嘅 variance 係相同。我哋一樣可以用到 Levins test 去做測試。今次我哋想比較唔同國家嘅選手跑5公里所需要嘅時間嘅差別，而記錄國家嘅數據有4個組別。喺 Analyze 嘅 Compare Means 入邊，我哋揀 One Way ANOVA， 將組別嘅 variable 國家放到 Factor， 而 Dependence List 入邊我哋放時間嘅記錄。喺 Options 入邊，我哋揀 Descriptive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Test， 然後 OK。表1記錄住各個組別嘅 sample size、平均值、standard deviation、standard error 等等，而表2就係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Test 嘅結果。ANOVA 係比較組別間嘅平均值，因此我哋睇 Based on Mean 呢一行。同樣 Levins statistic 嘅 null hypothesis 係 variance 之間冇差異，因此 significance value 大過0.05係代表住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嘅呢個假設係成立嘅。最後一個圖表就係 ANOVA 嘅分析結果。ANOVA 嘅 test statistic 用 F 代表，用 F 嘅數值同埋 degree of freedom， 我哋可以計算到 p-value。我哋分析嘅結果係0.000， 代表 ANOVA 有一個 significant 嘅 result， 代表至少其中一組嘅平均值同其他組別嘅平均值唔同。我哋之後一定會問到，究竟係邊一個組別同其他嘅組別唔同呢？因此我哋之後就需要做一個 multiple comparison。翻入去 ANOVA 嘅 menu， 我哋揀 post hoc， 然後揀 Tukey。你會見到分析結果最後多咗一個圖表，記錄 multiple comparisons 嘅結果。每一對組合平均值比較都會喺呢個表入邊列出。我哋同樣可以睇 p-value 嘅結果，去判斷組別之間嘅差異係唔係 significant。喺我哋呢個例子入邊，可以見到非洲呢個組別同美國、英國、挪威3個組別比較都有顯著嘅差異。而佢哋平均值嘅差異都係負數，代表住非洲所用嘅時間較另外3組少。換言之，我哋嘅數據顯示出非洲嘅選手較另外3個國家嘅選手跑得快。